我不喜欢这个酷酷斜斜颜色，不喜欢，不喜欢，我的头也好痒啊！我真的不喜欢这个颜色。这是英语，金手指终于到账了。王妃，奴婢有办法。一个粗使丫头能有什么办法？王妃安好，奴婢愿意一试。王妃，奴婢有一个猜测，您看，小柿子浑身裹得这么严实，会不会是哪里痒呢？或许您可以帮小柿子挠一挠。对，我的头真的好痒。你想引人注目，也不要拿这些办法来作践我们小主公。奴婢并不是胡说。好痒啊！我的头，快来给本世子挠！奴婢并不是胡说。王妃，初秋的天虽然早晚有些凉意，可白日里并不冷。小柿子戴着厚帽子棉妙宝，屋子里还烧着炭盆，大人穿着单衣都觉得热，何况一个刚满月的孩子。您大可一试。要是我听错了，今天这顿板子怕是躲不过了。好，没事就好。你留下，以后专门伺候小柿子，月银加3倍。谢王妃。本妃原本想给你拨一间正经宽敞的屋子，你这丫头倒好，偏偏拒绝了，非要住进这隔壁窄小的耳房里。谢王妃体恤，但住在一旁，奴婢才能时时刻刻照顾小柿子。开玩笑，小柿子如今可是我的保命符，当然要贴身看护。你这丫头真是心细。实不相瞒，头2日本妃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她又像以前那般整夜闹起来。可这7、8天过去，本妃瞧着她，该吃奶的时候吃奶，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本妃这心里真是舒心不少。王妃宽心，其实照顾小柿子比想象中要简单得多。小家伙偶尔哼哼2声，无非就是尿了或者饿了，只要及时照料，便不会闹的。好，好，交给你，本妃最是放心。阿恒，快来，本世子拉屎了，好臭！他们怎么还不来换尿布？鼻子是摆设吗？哎呀，这个奶魔身上一股蒜味，本世子不要喝蒜味奶，快换一个，换一个！劳烦姐姐先歇一歇，换另一位奶娘好吧？阿魂，你吃完饭了没有？怎么吃那么久？你是不是偷吃好吃的了？这小东西虽然嘴巴碎，心肠倒是不坏。上次彩萍故意打翻我的院饭，这小家伙足足骂了彩萍1个时辰。小柿子哭了有一阵了，你不是专门照顾小柿子的吗？怎么人不在跟前？这要是出了什么岔子……哎，你倒是说句话呀！我可提醒您了，小柿子可是我们王府的宝贝跟头，王妃要是知道你擅离职守……阿恒姑娘，快来瞧瞧吧，小柿子一直在哭，奴婢怎么哄都不行。阿红，你可算来了，本世子胳膊麻了，像是有几百只蚂蚁在啃，动不了。本世子哭了半天，他们都不理解。本世子想翻身翻不了，想叫人叫不来。呜呜，阿红，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呼，活了活了，你可真好。本世子以后赏你个大宅子，比王府还大的那种。你哄好了又如何？小柿子都哭了好一阵了，身为贴身侍婢，人却不在跟前，叫什么尽心？要是小柿子有个什么闪失，你担待得起吗？彩萍姐姐，你刚才在穿堂站了多久？听见小柿子哭，不进来看看她怎么了，反倒守在穿堂等我回来，怎么不关心小柿子，
反倒一心想抓我的把柄。你胡说什么？我只是路过。就当你路过，可为什么不进来看看小世子？她哭成那样，你连进来瞧一眼都不肯。小世子一直是侧卧的姿势，右胳膊压在身子底下，睡久了血脉不通，胳膊又麻又酸，她难受才会哭。你若是进来看一眼，帮她翻个身揉揉胳膊，她就不哭了。我倒想问问姐姐，你明明听见小世子哭了，却不进来，你到底是不尽心，还是根本没把小世子的安危放在心上？你血口喷人，我只是什么？王妃，奴婢没有，奴婢只是……彩萍，你跟了我7年了，你连赫儿哭了都懒得进来看一眼。不是的，王妃，奴婢只是以为阿恒在跟前。以为？赫儿的事，能用以为2个字糊弄过去吗？奴婢知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罚半年月银，从今儿不必在我跟前伺候了。阿恒，本世子后背有点痒。不是，往左一点。对，就是那儿，叔父。在哪？这孩子先前闹得那么厉害，如今到了你手里，竟这般乖巧，真是缘分。可不是嘛！依老婆婆看，姑娘这手本事，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王妃，嬷嬷谬赞了，都是奴婢该做的。阿红，今天的膳食有点清淡，你让厨房给他加碗猪蹄汤。不是本世子挑嘴，是本世子正在长身体，营养不够怎么能行？这孩子啥都好，就是话多。不过王妃对我的信任与日俱增，这日子倒是越发有盼头了。哎，你瞧见彩萍没有？这几天跟变了个人似的。可不是，天天低着头闷声干活，连大气都不敢喘。以前当大丫鬟时的威风全没了。彩萍姐姐，这是小世子要换洗的衣物。哎呀，真是对不住，我没端稳。江喜房那个小丫头跟我说了，你的衣裳在他们那儿堆了3天，都长霉斑了。今天又泼你一身脏水，彩萍这是打定主意不让你好过。你要是不好开口，老婆子现在就去王妃那儿说，直接把她打发到最偏远的庄子上，省得天天膈应人。嬷嬷，您见过逃荒路上的人吗？饿极了的人，连亲生骨肉都舍得换半碗米，为了一口吃的，能跪在泥地里舔别人泼掉的残汤，我见过。彩萍这点手段，连个水花都算不上。我进王府，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不想在外人身上浪费力气。罢了，可老婆子得提醒你，恶人无胆却有毒心，他现在动不了你，保不齐哪天会咬你一口，防着，换件干的，小世子还等着你呢。可如果给我咬的机会，小世子今日午间进食极好，歇息时也无惊扰，起居饮食一切照常。王妃，奴婢知错了。王妃，这是奴婢在江喜房做的，花了整整1个月，把奴婢这几年的积蓄都搭进去了。布料用的是最好的庄华缎，里面的棉花也是一点一点挑出来的新棉，绝对不敢用半点不好的东西伤害小世子。奴婢知道自己错了，不该跟阿黄姑娘置气，更不该处处给阿黄姑娘使绊子。奴婢在江喜房这1个月，日日夜夜都在反省，奴婢是真的知错了，求王妃看在奴婢
跟了您10几年的份上，给奴婢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你是我的陪嫁丫鬟，跟着我10几年，我一直待你不薄。是奴婢糊涂，奴婢辜负了王妃的恩情，王妃要打要罚，奴婢都认，只求王妃别不要奴。起来吧，把布老虎拿来我看看。做的倒是用心，这针脚比府里绣娘的还细。奴婢不敢与绣娘比，就是想给小世子尽份心意。阿恒姑娘之前多有得罪，还请您大人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都是为王府做事，不必如此。让赫儿瞧瞧这布老虎，看看喜不喜欢。王妃，奴婢真的是想赔罪。阿环姑娘若是觉得奴婢不配，奴婢这就把布老虎收回去。这阿恒姑娘平日里看着温顺，没想到心眼这么小，竟拿小世子当枪使。可不是嘛，翠萍姐姐都磕头认错了，她还这么不依不饶，真把自己当半个主子了。阿恒姑娘，我错也认了，罪也赔了，你到底想怎么样？非要逼死我你才甘心吗？翠萍，若我要给你使绊子，在你刚才向王妃磕头求饶时，我便能让小世子哭。可事实上，分明是你拿着布老虎接近时，小世子才哭的。你胡说八道！小少子分明是被你掐疼了才哭的。你说我有问题，那我还说你这布老虎有问题。你血口喷人，这布料是我一针一线缝的，能有什么问题？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大家眼睛都亮着呢。我离你这布老虎远了，小世子便不哭了，这你怎么解释？阿恒，你血口喷人！我伺候王妃10几年，我对小世子的心意天地可见，你凭什么红口白牙的作践我的清白？王妃，你瞧瞧他这是要逼死奴婢，往死里栽赃奴婢啊！求王妃给奴婢做主啊！那就让王妃查。请王妃做主，找大夫来看看。若这布老虎干干净净，确是阿红多心，阿红甘愿领罚，去那江喜房带翠玲姐姐做工。若真有什么不妥，去请府医。老朽见过王妃。免礼，把那只布老虎拿过去，拆开，仔细查验。
查出什么了？说。回王妃，这粉末是窦家粉。那是天花病人的毒物啊！天花只要沾上皮肤，吸入口鼻就会传染，这简直是要灭了我们王府啊！王妃，这窦家粉乃是天花病人结痂后磨成的粉末，阴毒至极。成年人若是身强体壮，或许还能扛上一扛，可小世子如今还不到半岁。王妃，奴婢不知道，奴婢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粉末，奴婢只是想送个玩偶。王妃，您相信奴婢，奴婢跟着您10几年，怎么会害小世子？不知道。你拿着这等恶毒之物往赫儿面前凑，还敢说不知道？是阿红，一定是阿红再造陷害奴婢，是他把粉末放进去的。死到临头还敢攀咬阿恒姑娘！若不是阿恒姑娘心细发现端倪，小世子今日就被你这毒妇害死了。来人，把翠萍这个毒妇给我押到柴房去，上重刑。王妃饶命！王妃饶命啊！奴婢是冤枉的，奴婢真的没有害小生子。撬开他的嘴，给我问出来，到底是哪个畜生指使的？奴婢冤枉！王妃饶命啊！真的不是奴婢啊！不是我，王妃，奴婢冤枉啊！这都进去1个时辰了，柴房那边动了那么重的刑，翠雪怎么还没招？你懂什么？翠雪毕竟跟着王妃10几年了，若没有天大的好处，她怎敢谋害小世子？闭嘴！再敢多舌，统统乱棍打死！王妃，翠萍她熬不住刑，招了。是谁？是谁指使他害我的赫儿？是西院的柳姨娘。柳姨娘，这怎么可能？平日里她对王妃您最是恭敬温顺，3天2头的往咱们院里送吃送穿，见了小上子更是疼得跟什么似的。赵嬷嬷，知人知面不知心，柳姨娘入府2年，肚子却一直没动静。可奴婢前些日子听西院的人说，柳姨娘近来作呕的厉害，暗中请了大夫。阿恒姑娘的一点没错，翠萍都交代了，柳姨娘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她下手就是为了肚子里那个还没出世的种。柳姨娘跟翠萍说，小世子是王府的3代单传，又是嫡长子，只要有小世子珠玉在前，她以后即便生下庶子，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所以她必须要除掉小世子，给自己的孩子腾位子。我的赫儿才满月啊，他怎么下得去手？这个毒妇，亏我平日里还当她是自家姐妹般照顾。翠萍是我从娘家带过来的陪嫁10几年了，她怎么能为了西院那个毒妇来要我赫儿的命？王妃，翠萍那白眼狼交代说，打从您把她贬到江喜房开始，她心里就一直觉得您不念10几年的旧同锅都怀恨在心。所以，他便与西院一拍即合。柳姨娘正是看准了他心怀怨恨，便许了翠萍整整1大笔银子，还承诺等事成之后，会亲自安排人送翠萍出府，给她寻个殷实的好人家嫁了。好个一箭双雕的毒计！别不老虎只要进了小世子的屋，迟早会要了小世子的命。事后他们要如何脱身？柳姨娘跟翠萍保证，只要小世子一出事儿，西院立刻买通内宴，想法子把那只布老虎偷出寝房，烧得一干净。毒妇！本王竟不知，
自己枕边睡着的，竟是一个想要本王断子绝孙的毒妇！来人，传本王令，将西院柳氏即刻关押封锁所有院门，严加看管。待他缠命子之日，缠子之后，立刻赐死。是。至于翠萍这等吃里扒外的被主贱徒，不必留着了，即刻杖毙。阿恒姑娘，这是王妃今早特意吩咐库房送来的。这些上好的缎缈子和月银，王妃交代了，以后每月都按这个例送来。有劳两位姐姐跑一趟了。不敢，不敢。你这丫头，如今这待遇都快赶上府里的半个主子了。老婆子在王府了半辈子，就没见过王妃对哪个下人像对你这般大方的。嬷嬷，快别打趣奴婢了，不过是把差事做好了，承蒙王妃不弃。老婆子私底下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王妃如今啊，那是真真切切的把你当成自家人来看待了。是王妃心慈，这吃人的深宅大院里，什么器重，什么赏赐，不过都是因为我照顾好了小世子才换来的罢了。只要护住这份依靠，我才能在京城站稳脚跟。快起来，把哀家的宝贝曾孙抱来，让哀家瞧瞧。哎呀，小世子长得可真俊俏，不哭不闹的，瞧这白白胖胖的模样，真招人疼。正是呢，臣妾先前可是听说这孩子在府里闹腾的厉害，6个奶娘和3个大夫都束手无策，如今怎么这般乖巧听话了？是啊，哀家也纳闷儿，这孩子养得实在好。先前听皇帝说闹得厉害，怎么如今到了你怀里，倒像是换了个性子，如此听话。太后娘娘明鉴，这呀得多亏了臣妾身边的一个丫头，这丫头心细得很，做事有分寸，把赫儿照顾得极好。那是，本世子什么时候不乖巧了？阿红，你说是不是？皇后娘娘驾到！皇帝家的小九怎么如今瞧着倒比上个月还要瘦小了些？本宫听说你把小世子养得极好，特地来讨个主意。娘娘折煞臣妾了。娘娘，小皇子这是怎么了？这孩子不知怎么了，一直吃不下奶，好不容易喂进去2口，吃了便吐。这半个月来，御医都换了3个，药吃了1碗又1碗，却总是不见好。如今人都快被折腾没了。阿恒，你上前来替小皇子看看。我能听见小世子的心声，纯属偶然。旁的孩子，我根本不敢确定啊。好姑娘，你既然能调理好小世子，便替本宫瞧瞧九儿吧。本宫求你了。那奴婢斗胆，请娘娘让奶娘当场试喂一回，好让奴婢仔细瞧瞧小皇子的反应。快，传奶娘上前。九儿，我的儿啊！饿，好饿，可是奶喝下去，肚子里好痛，像有火在烧一样。我不想吃奶，喝了好难受，救命！救啊！听到了，他真的能听见。
肚子里像火烧一样难受，绝不是寻常的脾胃不和。这孩子明明极饿，却对奶如此排斥。奶娘不对，只能是有人在奶娘身上动了手脚。娘娘，奴婢斗胆问一句，奶娘近来的饮食可有变动？九儿吃不进旁的东西，日日都只吃奶的。这奶娘的伙食皆由上食局特制，能有什么变动？娘娘，奶娘吃什么，小皇子便吃什么。若是奶娘无意间，或是有人故意让她吃了不该吃的东西，那东西入了体内，化进乳汁之中。大人或许无碍，可婴儿脏腑娇嫩，吃了这样的奶水便会受不住。你的意思是，有人敢在奶娘身上动手脚，害本宫的嫡子？娘娘不妨查一查。若是奴婢想多了，也不过虚惊一场。若是真有蹊跷，小皇子的性命可就保住了。来人，去把奶娘这几日吃过的所有东西，经手过的物品，一样一样掘地3尺，也给本宫查个一清二楚。启奏皇后娘娘，果真查出了大事。臣等在奶娘今日食用的红枣乌鸡汤里查出掺了一味极其隐秘的虎狼药，名唤雉乌头。此药有何毒效？给本宫说清楚。回娘娘，此物性大热，成人吃了不仅无碍，甚至会显得面色红润，更有精神。受了这带有雉乌头的奶水，便会热毒攻心，日渐羸弱，吃什么吐什么。长此以往，不出2、3个月，便会神仙难救，生生夭折呀！狗奴才！皇后娘娘平日待你不薄，你竟敢用这等阴毒手段谋害嫡皇子！说，是谁指使你的？奴婢对不起娘娘！拦住他！奴婢该死！奴婢该死！求皇后娘娘赐奴婢一个痛快！阿恒姑娘，你瞧这奶娘，宁可求死也不肯吐出幕后之人，可见这背后指使她的人手段有多通天。她连一家老小的命都豁出去了。若无滔天的权炫作保，她一个小小奶娘，怎敢对嫡出的皇统下这等绝门毒手？想死，谋害本宫的九儿，你以为死是那么容易的事？带到偏殿隔间去，用大刑是要吊着一口气，手段随便你们用。这是动了慎刑司的重刑啊，听着皮肉都裂了。启奏太后、皇后娘娘，那狗奴才撑不住刑，他招了。到底是谁？说。是贵妃娘娘身边的人指使的。说，贵妃到底许了他什么好处，竟能让他顶着诛九族的罪名来害本宫的九儿？回娘娘，那奶娘交代，贵妃娘娘身边的人许诺她，只要事成之后，便立刻给她弟弟在江南置办100亩上好的田产，保他们子孙后代衣食无忧。好一个衣食无忧！我堂堂大晋嫡皇子的性命，在他眼里竟只值江南几顷薄田。贵妃娘娘如此行事，自然是为了那储君之位。小声点，别不要命了。贵妃娘娘可是当朝相国宋方南宋大人的亲外甥女。丞相，如此正好。
贵妃丞相，他们好大的胆子！当真是以为这大晋的江山已经改姓宋了不成？去传哀家旨意，去请皇帝来瞧瞧，让他宠冠后宫的贵妃到底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的好事！这个哥哥真差，还好有阿恒。我们阿恒可不白救人，将来本世子一定要和小哥哥说，好好奖赏阿恒一座不2座大宅子。皇上驾到！母后、皇后，何事如此急躁，竟让内侍动用了太后急诏？皇上，你要是再来晚一步，咱们的九儿就要被这宫里的毒妇生生害死了。皇后，你先起来，把话说清楚，九儿怎么了？皇上，您看九儿都瘦成什么样了？她不是生病，是被人下了毒。上世君送来的鸡汤里竟被奶娘掺了一味叫治无头的毒药。治无头？上世君怎会出这种书路？那奶娘如今何在？可曾审过？审过了，就在方才，那贱婢受不住刑，已经全招了。是贵妃，这是她下的毒。贵妃，她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用这等下作手段谋害皇子！混账！来人，传朕旨意，将贵妃褫夺封号，即刻打入冷宫。遵旨。贵妃这回是彻底完了，可那朝堂上的丞相府，怕是依然动不得番号啊！谁说不是呢？那奶娘亦是承昭任居委的证词里，口口声声只说是贵妃指使，连半个字都没提及丞相府。只要丞相咬字不知情，相府便能轻易脱身。奴婢要告发当朝丞相宋方显结党营私，贪污河道修栈款500万两，致使黄河决堤，青州饱受洪涝之灾，百姓死伤无数。你疯了不成？快回来！皇上面前，岂容你信口雌黄？方才的话就当你没说过，快向皇上磕头谢罪。疯了！这静安王府的丫鬟绝对是得了失心疯了。谁说不是呢？一个小小的王府丫鬟，竟敢跪在御前状告当朝相国。她以为相国是什么人？这丫头简直是自寻死路，还要连累静安王府啊！你是一个小小的王府丫鬟，竟敢御前状告当朝宰相，说你是何人，与丞相有何恩怨？事到如今，奴婢已无退路，更无隐瞒之必要。陛下，奴婢不叫阿红，奴婢真实姓名乃是青州知府王宪之女王红。王宪，那个去年畏罪自杀的青州知府。王妃，我父亲没有畏罪自杀，他是被人所害。而害死我全家、害死青州数万百姓的幕后黑手，就是当朝丞相宋方殿。陛下，去年7月，青州突降暴雨，连下7日不停，黄河堤坝因年久失修，早已千疮百孔。我父亲爱民如子，深知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连夜写了10几封奏折，特意请旨修补。朝廷钱子捞到银子，却被丞相一棒等等活在不青州时。那母亲任长都住10分忌讳，连我母亲
暴雨的第7日，雷声大作。第8，不过一夜之间啊，整整半坐在了水里，数万百姓在睡梦中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生生被泥沙溺死。陛下，那不是天灾，那是人祸，是宋房山生生害死了他们啊！陛下，您高坐明堂，可曾见过真正的人间炼狱？等那黄河洪水终于退去，青州城的大街小巷，家家户门口摆着的不是桌椅，全都是死不瞑目的尸首，像柴火一样落着。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那些死去的百姓被官差一玉具的抬上板车，层层堆放，排着长队运往城外焚烧。那城外的焦黑味飘了整整3个月都散不干净。朕在京城分明听信了宋相的上奏，说青州已然妥善安置，且朝廷在灾后立刻又拨了第2批赈灾银两。朝廷是拨了银子，可那些救命的银子还没出京城，就被宋相一党给瓜分吞噬了。陛下，他们施舍给灾民的粥棚里，一整锅滚烫的白水里只抓那2把发霉的陈米，拿木棍搅一搅，就是几百号饿得皮包骨的灾民1天的活路。1锅水，2把米，这哪里是救灾，这分明是催命啊！我爹身为知府，看着满城灾民卯足了劲，怕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也非要查下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查到最后的那个源头，竟然是稳坐朝堂、口口声声忧国忧民的丞相宋方莲。那王宪手中的证据如今何在？他既然要告御状，为何在青州衙门畏罪自尽？我爹把所有的证据都整理得清清楚楚，日夜藏在怀里，本打算上京告御状，面见陛下陈情。可宋方林的耳目遍布天下，他养的那群看门狗比我爹的腿还要快。我爹连青州的城邦交稍一掳取，就在丞相派出的刺客乱刀砍死。我爹死后，他们为了掩盖真相，买通了官差。很快，青州知府畏罪自尽的消息就传遍了整座青州城。畏罪自尽，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岂不是要……是啊，全城的百姓都以为是我爹贪了那笔修堤的银子，才害得他们家破人亡。百姓赌上了我家的本能，砸了牌匾，他就不让我们家去挫骨扬灰。他当着无数百姓的面发出自尽。可那些人，他们依旧不信啊！这等惨剧，当真是惨绝人寰，那他又是如何活下来的？我混在逃荒的难民堆里，脸上抹着锅底灰，吃着草根树皮，一路藏一路跑，无数次险些死在乱军和流寇手里，才硬撑着一口气爬到了京城。既然到了京城里大可去敲登文谷，为何要卖身进靖安王府当一个烧火丫鬟？陛下，宋方林的势力遮天蔽日，登文谷响，死的一定是奴婢。奴婢打听过，靖安王府的王妃与皇后娘娘是10几年的旧识，逢年过节必定要进宫请安。奴婢只有隐姓埋名，待在王妃身边，才有机会跟着她进宫向陛下陈情。可没想到今日，丞相为了储君之位，竟指使贵妃毒害皇子。陛下，这是青州的全部铁证，上面有宋相一党层层签字的账册，还有我爹临终留下的绝笔信。这封血书已经乌黑了，可他今日终于能见天日了。传旨，丞相府即刻封查，着大理寺、刑部、御史3司会产，一个也不许漏掉。青州黄河决堤案、赈灾贪污案与今日毒害皇子案并案彻查，给朕查到底！一尺白绫，贵妃娘娘，皇上口谕，念在往日情分，赐1尺白绫，留您全尸。竟落得如此下场。本宫不服，我不甘心啊！不提把火中扔开！千刀万剐的贪官，你还我青州数万同胞的命来！就是你这畜生，乱了圣帝银子！
这姑娘在大理寺进出这许多趟，如今大仇得报，怎么瞧着反倒像丢了魂似的？平反了又如何？他家遭此大难，爹娘全没了，在这京城里举目无亲，一个弱女子，往后还能去哪儿呢？阿恒姑娘，是阿恒姑娘回来了！快，小的这就去给王妃通报。王妃这些日子一直念叨您呢。王恒，你不该回来。当初隐姓埋名留在王府，本就是为了借王妃进宫的机会。如今爹娘的冤屈已经昭显，我又有什么脸再接受王府的恩情？阿华！阿豪，阿荣，你怎么不见了？本世子找了你好久。你要是再不来，哄本世子说好的大宅子可就真的没有了。王妃，阿虎有罪。阿航，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说话！王妃，阿航有罪，奴婢骗了你。阿航，我进府做一个烧火丫鬟，从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奴婢只想借王府的机会进宫。只有见到陛下，我才能把血呈上去，替青州那些替我含冤惨死的爹娘讨回一个公道。阿恒利用了王妃，利用了整个王府的权力，奴婢对不起王妃对奴婢的信任，对不起王妃这些日子的后代，奴婢不配再留在您身边。奴婢走以后，小世子头上容易起疹子，天气热的时候，千万不要给他戴太厚的帽子。他睡觉时要记得帮他翻翻身，不然总保持一个姿势。会压麻他的胳膊，抱着他的时候也要多换几个姿势。他脖颈后面最容易发热，每日晨起还有夜幕之分都要记得给小世子洗脸洗脚一回，不然他身上黏腻，晚上会睡得不舒服。他以后若是哭闹不止，先看看是不是哪里发痒，哪里酸痛。孩子不会说话，他难受了委屈了，只能用哭的。你们一定要多耐心瞧瞧他。还有，奴婢说不下去了，我该走了。站住！你说，你利用了王府，说你一开始就是故意选了这里。可阿恒，你对赫儿是不是真心？本妃日日看在眼里，又怎么会看不出来？若没有这份真真切切的疼爱，赫儿又怎会是父亲讨一个公道，为了替青州数万百姓请命？你王家的风骨还在，王恒，从始至终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所以你不用向本妃道歉。更不用走，这静安王府就是你的家。阿柔，你再也不许走了，本世子孤
本世子就天天哭，一直哭到你回来为止。好，我不走，阿恒再也不走了。奴婢见过安平县主，恭喜县主，贺喜县主。快起来吧，在府里不必拘这些虚礼。如今圣旨已下，陛下亲自册封你为县主，你可是正经的皇家贵人了。本妃以后可得紧着巴结你，免得你哪天不高兴不认我这个姐姐了。姐姐快别打趣我了，若没有姐姐的看重，阿红哪有今日？小姨，爸。阿红左边一点，舒服。慢一点，赫儿，别怕。